大家好，欢迎来到听书学史。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由枯田修先生所著的《想要调节自主神经，就锻炼上咽部》这本书。当检查患有不明原因身心不适的患者鼻腔深处时，发现上咽部存在炎症。上咽部不仅是免疫系统的关口，还与自主神经的控制密切相关。通过强化上咽部，可以显著改善身体不适，膝身变得更加健康。首先需要说明的是，书中涵盖了很多大家可能还不熟悉的内容。今天视频的内容包括以下3个部分：第一，长期不适的原因是上咽部的炎症；第二，自己就能做的上咽部锻炼方法；第三，不依赖药物的 EAT 治疗法。首先是第一部分，长期不适的原因是上咽部的炎症。作者指出，长期存在的身体不适可能是由于鼻腔深处的炎症。很多人可能正在经历慢性头痛、眼部疼痛、颈肩僵硬、慢性疲劳或精神抑郁等不适症状。这些人有可能是鼻腔深处的上咽部出现了炎症。上咽部的炎症可能引发自主神经失调症、抑郁症和慢性疲劳综合症等问题。随着社会压力的增加，越来越多的人饱受这些症状的困扰。治疗上咽部炎症的疗法成为一种全新的、备受期待的治疗手段。本书介绍了一种全新的治疗方法 EAT， 这是一种针对慢性上咽炎的治疗手段，能够帮助解决脑功能障碍所引发的自主神经失调、抑郁症和慢性疲劳综合症。这种新的疗法让大家可以通过治疗喉咙来缓解脑部疾病的症状。总的来说，本书揭示了慢性上咽炎与脑功能障碍的紧密联系。对于那些长期无法确诊、原因不明不适的人，这本书可能会帮助找到隐藏的根本原因——上咽部的炎症。然而，直到现在，鲜有人关注上咽部。通过正确护理和强化上咽部，身体不适有望得到极大的改善。在本书中，揭示了相关理论以及改善的方法。接下来，让我们一起了解一些关于上咽部的基本知识吧。上咽部位于口腔的后方，是空气通过鼻孔后河流并改变方向的地方。上咽部是鼻子吸入的灰尘、细菌、病毒等异物与身体免疫系统最初接触的地点。它是一个空气容易停滞、湿润的地方，因此易于细菌和病毒感染。但它也具有加热、加湿和净化空气的作用。可以说，上咽部是保护身体免受异物侵害的强力免疫装置。相反的，上咽部经常处于战场状态，即使是健康的人也容易在此处产生炎症。当感染感冒病毒或长期承受压力时，炎症会慢性化，引发各种问题。上咽部的炎症可分为急性和慢性2种。感冒引发的急性上咽炎是由于细菌或病毒附着在上咽部，形成病原体群体，引起咽喉疼痛、流鼻涕、咳嗽、中耳炎或急性鼻窦炎等症状。通常身体的免疫系统能够迅速消灭这些入侵的病原体，免疫力强的人很快痊愈，抗菌药物或消炎药也会有效。然而，慢性上咽炎则是一种更难治愈的炎症，通常药物无效。引发上咽部慢性炎症的不仅仅是细菌或病毒的侵入，压力、灰尘、烟雾等小事也可能成为导火索。慢性上咽部炎症加重后，会扰乱免疫系统和自主神经系统，从而导致各种身体不适。引发上咽部炎症慢性化的原因包括空气中的花粉、灰尘、烟雾等。这些物质会刺激上咽部的淋巴细胞，导致炎症持续。为了避免此类情况，平时应注意用鼻呼吸，必要时戴口罩，保持空气清洁，避免吸入二手烟。禁烟也是关键，避免被动吸烟。此外，压力也是上咽部炎症加重的一个主要原因。当您因繁重工作感到疲劳，却无法休息时，慢性上咽炎可能会恶化，进而引发病态炎症。由于种种原因，上咽部容易发生炎症，并导致全身的各种不适。因此，平时强化上咽部可以有效防止炎症恶化，从而保持健康。具体的上咽部锻炼方法将在后半部分讲解。
请大家拭目以待。前面提到过，上咽部的炎症会引发全身的不适。那么，为什么慢性上咽炎会导致各种不适症状扩散到全身呢？这是因为慢性上咽炎会引发自主神经调节异常。自主神经由交感神经和副交感神经组成，是不受意志控制的神经系统。副交感神经中最重要的神经是迷走神经，它占据了副交感神经的80%。上咽部是一个神经纤维丰富的区域，迷走神经的感知神经广泛分布在这里。迷走神经是脑神经的一部分，从延髓发出，分布到头部、颈部、胸部及腹部的所有内脏，负责控制内脏的运动和分泌功能。因此，当迷走神经的功能受到干扰时，全身就会出现各种异常。慢性上咽炎通过迷走神经的感知神经将刺激传递到延髓，再由延髓传导至大脑的边缘系统，最终引发一系列全身不适。也就是说，鼻腔深处的上咽喉炎症可以通过迷走神经，进而影响到大脑的运作。正如所述，上咽喉的炎症会引发全身各种疼痛和不适感。虽然有些内容可能有些复杂，但只要记住这一点就足够了。鼻炎问题不要小看，如果仅仅因为鼻子发炎没什么大不了而忽视治疗，可能会带来严重后果。毕竟我们的身体是一个整体，鼻子不适往往意味着身体其他部位也出现了问题。到这里，想必大家已经明白了上咽喉的炎症有多么可怕，以及为什么治愈它至关重要。接下来是第二部分，自己就能做的上咽部锻炼方法。我将介绍如何通过2个简单的方法来锻炼上咽喉，保护其健康。首先，让我会列出这2个方法：一、使用鼻腔冲洗，彻底清洁鼻腔深处；二、针对上咽喉的专门清洗上咽喉洗涤。通过这2个方法，可以有效预防上咽喉炎症，改善现有的全身不适症状。接下来，我们一起来逐步讲解这2个方法。首先介绍第一个方法：鼻腔冲洗。上咽喉是一个容易感染炎症的部位，接触细菌、病毒的机会多，同时对压力也很敏感。保持上咽喉的清洁非常重要，因此推荐使用鼻腔冲洗，直接清洗整个鼻腔，包括上咽喉。这种方法不仅可以冲走鼻腔内的灰尘、花粉等过敏源，还能清洗鼻黏膜，从而缓解鼻塞等不适症状。与传统的喉部漱口相比，鼻腔冲洗在预防感冒方面效果更好，强烈推荐。冲洗鼻腔时，建议使用生理盐水而非清水，因为水的渗透压较低，可能会引起刺痛感。每天进行1到2次鼻腔冲洗，作为一种习惯是非常好的。接下来介绍鼻腔冲洗的正确方法。准备生理盐水500毫升水中溶解1小匙食盐和一个带有喷嘴的塑料瓶。你也可以使用专用的鼻腔冲洗套件，方便日常使用。请注意，生理盐水应现做现用，不要存放。操作时，请尽量前倾，将生理盐水从一侧鼻孔注入，让其从另一侧鼻孔流出，重复左右鼻孔各2次。如果盐水从嘴里流出也没有关系。当您将生理盐水注入鼻腔时，可以发出的声音，帮助盐水顺利通过。完成后，轻轻擤鼻子，必要时可以低头左右轻晃，帮助排出残余液体。接下来讲解第2个方法：上咽喉的专门清洗。这个方法可能听起来陌生，但相比鼻腔冲洗，它更简单易行，而且对上咽喉的清洁效果更精准。这个方法需要将头向上倾斜，用少量生理盐水冲洗上咽喉，简单且不会引起不适，能够有效保持上咽喉的清洁。具体方法如下：将生理盐水倒入喷瓶中，坐在椅子上，将头后仰约60度，分别向2侧鼻孔各注入约2毫升盐水。建议每天早晚2次操作，尤其是在起床和睡前。液体可以从嘴里吐出，因为用量较少，所以不必担心。这样通过这2个方法，您可以有效地锻炼和保护上咽喉，
预防炎症的发生，改善全身的不适症状。接下来，在第3部分，我将为大家解说不依赖药物的治疗方法 ——EAT 上烟头擦拭疗法。在第3部分，我将介绍医院中进行的不依赖药物的 EAT 治疗。EAT 是一种不使用药物的突破性治疗方法。作者认为它可能成为针对自律神经调节障碍、慢性疲劳、抑郁等由脑部问题引发的身体不适的一种新突破。EAT 的操作方法非常简单，用进有 0.5% 至 1.0% 浓度氯化锌溶液的棉棒，从鼻腔插入，然后通过口腔用棉棒擦拭上烟头的后壁。这种疗法主要在耳鼻喉科等医疗机构进行。EAT 中使用的氯化锌溶液具有消炎、杀菌、抗病毒的作用。它通过使蛋白质变性，收缩组织和血管，从而对发炎的组织进行擦拭，抑制炎症。EAT 旨在通过氯化锌强效地清除停留在上烟头区域的病毒和细菌。如果上烟头有严重炎症，患者会感到刺痛，甚至可能出血，但相应的治疗效果也很显著。整个处理过程仅需约1分钟。EAT 不仅可以诊断是否患有慢性上烟头炎，还能同时进行治疗。健康的上烟头表面有清晰可见的静脉，如果有炎症，静脉会因肿胀或充血变得不清晰，并伴有黏膜下的出血和粘液附着。然而，通过内窥镜很难判断是否患有慢性上烟头炎。实际进行 EAT 时的痛感和出血情况能提供诊断依据。虽然 EAT 本是耳鼻喉科医生进行的治疗，但由于方法简单，包括内科医生在内的任何医生都可以实施。近年来 ，EAT 逐渐被重新评估，并且越来越多的耳鼻喉科医生开始施行该疗法，但它还不能算是主流的治疗方法。如果你有慢性上烟头炎的症状，并希望接受 EAT 治疗，需要直接联系全国提供此治疗的医疗机构。此外 ，EAT 的效果会因医生的技术水平而有所差异。治疗的关键是要确保棉棒在上烟头部位充分且较强力度的擦拭，轻微涂抹氯化锌溶液效果不佳。建议每周1到2次治疗，首先以10到15次为目标进行治疗。何时结束治疗的标准是患者的症状改善到不影响日常生活为止。首先，请坚持3个月，同时结合第2部分介绍的自我护理方法，养成锻炼上烟头的生活习惯。如果你每天都因为不明原因的不适而感到痛苦，或者急切想治愈这些症状，建议您尝试一下 EAT 疗法。本书中有许多通过 EAT 疗法使顽固症状显著改善的病例。例如，有一位身为职场母亲的患者，她常年饱受慢性头痛、肩颈酸痛和疲劳的困扰，最终决定尝试 EAT 治疗。她的头痛已有10年之久，长期依赖止痛药，而且容易感冒，患有鼻炎，1年4季都离不开口罩。她每2天会发作一次头痛，感到头部像被紧紧勒住，眼睛深处也有刺痛感，脖子僵硬的无法转动，甚至感到恶心难耐。读了本书后，他怀疑自己患有慢性上烟头炎，并前往作者的诊所就诊。第1次进行 EAT 时，虽然上烟头和鼻腔感到刺痛和灼热，但痛感并不强烈，只有少量的鼻血流出。然而效果是立竿见影的，他原本僵硬的无法转动的脖子，居然可以自由地前后左右转动，这让他非常惊讶。他还提到，除了近视和老花眼外，眼睛常常疲劳，视力模糊不清，但在治疗后，他的视野变得清晰，眼睛也变得有神。虽然治疗后鼻水流了很多，但大约3小时后就恢复正常，牙龈的刺痛感也逐渐消失。他过去曾认为肩颈酸痛和眼睛疲劳是长期坐办公室工作带来的职业病，定期去做按摩和针灸，但效果只能维持一阵子，所以对 EAT 疗法带来的惊人效果感到不可思议。此外，他每天都会发作的头痛也消失了。由于 EAT 的显著效果，他决定每周进行1次治疗，尽可能的每隔1天集中进行 EAT 疗程。他表示，
从第2次治疗起，痛感只剩第1次的2成。随着治疗次数的增加，疼痛和出血也逐渐减轻。他惊喜地发现，过去每天下班后精疲力尽地回家，现在却能精神饱满地准备晚餐、洗衣服、照顾孩子。经过超过20次治疗后，他的身体状况逐渐稳定，治疗频率也降到了每月1次。他多年的慢性不适得到彻底改善，身体状况越来越好。现在在工作和照顾孩子方面更加充满干劲。接下来我要再介绍一个极具代表性的病例，一位因为身体不适而在家中闭门不出的患者，通过 EAT 疗法得到了显著改善。C 女士从小体质较弱，容易感冒，每年都会发几次高烧。进入中学后，她开始注意到鼻涕倒流进喉咙，频繁头痛，睡眠质量差，经常失眠，因此被心理科医生开了安眠药。即便如此，她还是勉强完成了高中学业。虽然因身体不适常常请假，但最终顺利毕业。然而，随着身体状况的进一步恶化，他容易疲惫，难以集中精力处理事务或思考问题，最终既没能升学，也无法就业，常年待在家中不出门。他尝试了多份兼职工作，但都没有坚持太久。这样的生活持续了10年。他觉得，如果全身的倦怠感和脑袋昏昏沉沉的感觉能够消失，或许生活会好转。为了治愈这些症状，他曾前往多家医疗机构，包括大学医院，但始终未能得到准确的诊断和治疗。最终，他被诊断为慢性疲劳综合症，尝试了各种药物治疗，但症状毫无改善。就在这时，他通过互联网了解到慢性上咽头炎，发现自己的症状与其非常相符，于是怀着最后一丝希望来到作者的诊所求诊。在治疗过程中，他平躺在床上，首先从鼻子，然后从口腔进行了 EAT 治疗。正如预期，棉签上沾满了血。治疗后，喉咙和鼻子也有出血现象。这种情况常见于重度慢性上咽头炎患者。尽管疼痛相当强烈， C 女士却坚韧地接受了治疗。大约5分钟后，出血停止，她逐渐恢复平静。她脱口而出一声：“我的视野突然变得明亮了，眼睛也能清楚地看到了。”显然，她感受到身体内部发生了某种变化。2天后， C 女士再次来到诊所，她的表情明朗，与初次诊疗时截然不同。她告诉医生，尽管目前还有大约50%的不适感，但头脑中的昏沉感已经完全消失。此后，她每周2次进行 EAT 治疗。大约2个月后，在第20次治疗时，她的出血显著减少，治疗时的疼痛也减轻了。随后，她逐渐减少了治疗频率。半年后， EAT 治疗时几乎没有出血迹象。随着上咽头炎的改善，她的倦怠感减轻了，注意力恢复了，头痛几乎不再发作，她的睡眠质量也大大改善，甚至不再需要服用安眠药。现在，她通过良好的健康管理，充满活力地过着每一天。那么，大家觉得如何呢？如果你们也感到身体状况莫名其妙的不佳，或者即便去了医院也无法查明原因， EAT 疗法可能是一个值得尝试的选择。健康管理的道路并非一蹴而就，但通过正确的治疗与持续的自我护理，你也可以重获身心的平衡与活力。希望大家都能关注自己的上咽喉健康，早日改善生活质量。最后，我想通知大家一下，我们还有一个新频道学识 Plus， 该频道将每天提供更为精简的视频内容，并增加有关论文等相关有益知识的解说。如果您感兴趣的话，请通过概要栏中的链接进行查看并订阅。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记得点赞、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在下次的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书籍。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下期再见。